出差时，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我来深城出差的第1晚，遇到了分手10年的初恋。光暧昧一瞬一切慌两颗你的刺浪花，一言一声你是最后的誓言。你了解不在眼上，吻痕你的破茧沉睡，花园一进一出，没有我走的感觉。家人，不行就算了。我今夜不走，你多担待点。喂，宝子啊，我刚下飞机，定位发我。什么声音？宋大记者，你昨晚不会跟男人过夜了吧？算是吧。我去，出息了呀！不是说好了有看上我帮你把关吗？靠谱吗？放心，熟人。苏老师，今天谢谢大家给我接风。大家到了没？我送你去酒店。我自己可以的，别醉。爱过，如果是爱的够久，分开也疼吧。想念你的脸颊，你的发，我并不害怕。心中总有点你的牵挂，像愈合不了的疤。我再也不敢碰它，却隐隐的痛在哪？时间是个玩笑吧，根本洗不掉回忆，你住在我心里面了。可我必须要胜利，为了让生活能继续。现在你在哪里？我做剩下就好。他是你朋友啊？10年没有联系过的初恋，算朋友。拜拜，拜拜。哪个酒店？万豪。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吃饭啊？不巧。李承熙说你过来出差，让我这老同学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哦，那麻烦了。好。我到了，谢谢。
回来的一路上你都很紧张，怕我对你做些什么。怎么会？钟先生现在一看就是成功人士，怎么会对我做什么？那不得失了身份，对吧？今晚想做些有失身份的事。为了忘记他，我做了10年的努力，在重逢面前却不堪一击。林老师，你捉奸呢？就拿这小把戏骗我？什么？你自己写个纸条就让我相信你睡男人了？你这字迹，因为我不认识啊。有点急事去处理，醒来后存我电话，木头的。我的字是跟他学的，难怪林老师会以为是我写的。不会吧？真有这条？我去！哎呀，看看你和奸夫有没有留下奸情记录？没有，真是个男人的好。加了。哎，你加他干嘛呀？你别加，来不及啦。秒通过。哎呀，哟，还发来了语音呢，我听听。一个人注意安全，我忙完了过去。这男人的声音也太酥太温柔了吧！家人，这位怎么回事？又过敏了？昨晚我忘了换床单了。4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这过敏体质，酒店床单你也敢睡啊？走，去医院。所以昨晚的男人是你分手10年的初恋。小声点。这一觉晚10年，什么感觉啊？这能有多好？能让你忘记4件套，体验肯定不一般啊。哎，别挠了，再挠就烂了。你怎么了？突然魂不守舍的。没什么，走吧。哎，你们当年为什么分手啊？跪下！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！你爸死得早，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送你去上学，是让你谈恋爱的吗？妈，我跟钟玉石在一起没有影响学习，他帮了我很多。还敢顶嘴你！我们在一起只有学习，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儿。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那你错了吗？
我没错，我已经成年了，就算谈恋爱也没错。你和谁谈恋爱都可以，唯独不能是姓钟的。为什么？小钟的爸爸是我的初恋，老子不正经，他也不会是个好东西。我们在一起不吉利。我姓宋，他姓钟，宋钟组合。慢点啊！最近怎么样？哎，都快当妈了，注意点分寸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娶个嫂子了，我就什么时候注意分寸。说吧，我亲爱的表哥，破天荒第一次给我送吃的。不是我送啊，顺路帮舅妈送的。顺路？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顾城科技日理万机的 CEO 大驾光临我这小庙？你帮我开点过敏药呗。什么过敏？症状不清楚，环境过敏吧，就是浑身起那种荨麻疹啊。谁过敏了？这点小事儿值得你亲自来取药。顾医生，你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啊？过敏可能对于你来说是小问题，可对患者来说那可不是小问题。真想拿个管钳撬开你的嘴。药我给你开了，有副作用了，你别怪我没问过你。谢了。稀罕，冷酷无情的表哥不仅会求人了，还会道谢了。难道是那个能让他改名字的女孩出现了？要不今晚你陪我睡吧？那怎么行？万一你家那根木头今天晚上又来了，我可不想当电灯泡啊！这谁天天跟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？哼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司客户送了一个真丝床套，需要让我找女士试睡一下。帮不了，我对真丝过敏。哎，家人，你这过敏体质是真丝床品好，这门儿带帮。自己会吧。钟先生，昨晚我喝多犯了错，我向你道歉，以后不要再见了。抱歉，打扰了。药在桌上，早点休息。治过敏的药，和咱们今天去开的是同一家医院的。他走后我才过敏的，他怎么知道？宋记者，你发什么疯呀？
这么好的男人，你说赶走就赶走了呀？回头草不能吃，你说的。你是回头草，他是一匹好马，种马还差不多。今天我在医院见到他了，他妻子怀孕了。不会吧？我林老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累了，我先去洗澡了，明天早上还要去公司入职呢。哎，4件套怎么处理啊？给前台让酒店寄给他吧。大家听一下，同志们，这位靓女就是总部派来指导我们新媒体工作的大才女宋佳人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指导工作谈不上，很期待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共处的3个月时光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佳人，这是给你准备的办公室，还缺啥告诉我。已经很好了，麻烦苏老师了。是我麻烦你，要不是我们这儿新媒体工作这么拉胯，总部也不可能派你这样的得力干将来指导我们3个月。哎，对了，苏老师，我需要跟技术对接一下，先把小程序做起来。我们这儿技术还做不了小程序，不过呢，我请了顾城科技的 HR 给我们外派了一个高级工程师，下午就过来跟你对接。那我先准备一下内容要求吧。顾总，您要关注的真日报传媒公司上午来了消息。什么事儿？他们总编找咱们 HR 的王总，让外派个高工过去，给他们做一款新媒体小程序。佳人是新媒体记者，会不会是他需要的？顾总，去给我做个工牌，我去。啊？亲爱的，午饭不能陪你吃了，我给你点了外卖。就吃这。关你什么事？宋记者是不是对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还是对那天晚上的事不太满意？那天晚上不过是成年人之间的一场游戏，天亮就结束，没有后续。所以我是被宋记者日抛了。我喝多了做错事不行吗？那就将错就错了。不可能，周女士，回头是岸，好好照顾你的家人们。
开我！服用过敏药期间不能吃辛辣刺激食物，你不知道吗？是我让你过敏的，我有义务对你负责到底。钟律师，你有病就去找你的医生，再对我死缠烂打，我就报警。我的医生？还有，我已经不是18岁的小女孩了，不会相信你什么狗屁负责的鬼话。你18岁的时候也没有信过。可惜了林老师的爱心午餐。这2天忌点口，等好了再吃点重口的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怎么样，惊喜不惊喜？你说巧不巧？我刚刚在楼下见到顾城科技请来的高工，怎么想怎么眼熟。没想到啊，就是前2天来接你的这个靓仔。这个事儿要不是我自己办的，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俩早都知道要合作。他居然是顾城科技的，所以他来这是工作的。我也是今天上午才接到的通知，来的时候没有通知家人，也是想给他一个惊喜。苏老师，既然我和钟先生认识，最好还是避避嫌，要不你让那边换个人来给我对接吧。小钟是过来出外勤的，就挣那么一些跑路费，又不是几百几千万的，避什么嫌呀？苏老师，那您让技术部的人来跟钟老师对接吧。毕竟以后不能老麻烦人家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你记得把工作内容和小钟对接一下。需要做什么小程序，要求给我。这最好是巧合。宋姐，听说你认识顾城科技那个大帅哥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有是有，不过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快要当父亲啊！居然英年早婚，太可惜了吧！东西已经传到你电脑里了，剩下的对接我和你技术部聊。他刚来。慢走不送。看清楚了吗？没长歪，还是被你嘲笑过了妻管严纹路。钟律师，你有大病吗？那天医院的医生是他表妹。早点休息。治过敏的药和咱们今天去开的是同一家医院的。那天他去医院是找他表妹给我开药。
石，周一石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程序要尽快做出来。好。你家回头马用 PPT 给你解释，意外怀孕的孕妇是他表妹。我去，这么高冷一人居然张嘴了！我不管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越说越夸张。平时都是你采访别人，今天我采访你呗。说吧，什么感觉？觉得他挺倒霉的，出钱又出力，结果还被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哟，这心疼你家木头啦？我只是感觉他好像遇到我就会变倒霉。遇见我之前，他年年拿奖学金；遇到我之后，次次考试都会发挥失常。学生会控分，你不知道啊？喂，你好，请给我送一份红酒上来吧。再加一瓶果酒，谢谢。那天晚上喝了酒就没有失眠，今天也喝点试试吧。酒店服务这么快？大晚上了，问就不问就开门啊？明明是你非法入室，安全意识这么差，怎么长这么硬？你喝酒了？在附近应酬，酒店前台给我打电话说让来取东西。既然东西已经取到了，那你早点回去吧。宋记者的兴趣爱好很特别啊，大晚上了，在这办内衣展。我刚刚是要清东西，才把这些都拿出来的。无耻！你给我！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报警！你听我说，我至今未婚，没有女人，没有伴侣，没有暧昧对象。你有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造了我的谣，是不是该负点责任？那你报警抓我呀！家人，我们试试。这么晚还有人找你？你好，你点的酒？我们没点酒。我点的。谁给你点的酒啊？与你无关。
胆子肥了是吧？你多少酒量，敢点这么多酒？到晚了，手机也没电了。今晚不会要住在大街上吧？宋佳人，胆子肥了是吧？敢一个人逃课出来过平安夜？我现在是成年人，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洋人的节日就这么好玩吗？你要是不要命的话，麻烦留份遗书好不好？省得别人到处乱找。木头，我脚崴了。哎，疼吗？活该！下次出来玩再敢不叫我一起，我打断你！我就是怕你打我，我才自己溜出来的。书包背上。今朝若是同林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我这样也算是和木头白头偕老了吗？周律师，你走吧。我现在生活挺好的，不想其他人突然闯进我的生活。我4件套总得留一个吧，早点休息。周律师，周律师。那个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帮我关好门。好。家人，我应该不算其他人，考虑一下我。周律师，你为什么又闯入我的生活？
工具拿来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你说巧不巧？今天空调坏了，我们打电话给顾城的售后，没想到来的还是小钟，真是太有缘分了。写代码的来修空调，是挺有缘的。哎，家人，你今天气色好好啊，白里透红的，是吗？嗯，可能是昨晚睡得比较好吧。昨晚睡在他的真丝4件套里，居然一觉到天亮。家人，我刚去见客户，认识了顾城科技一个副总，你猜怎么着？遇见你新桃花了。我想打听一下你家木头在顾城科技干什么的，结果他们说顾城根本就没有钟玉石这个人。他的事儿跟咱又没关系。也是。早就听说顾城科技对他们公司的人才信息都捂得非常严，一般人根本就别想打听出什么，特别是他们 CEO 顾城，神秘低调。我知道你怕他骗我，但你放心，他不会的。你这狗粮就逮我一个人喂吧。说点正事儿，我在酒店住着还是不习惯，你帮我租个房子住吧。我早就帮你看好了，马上发给你啊。我要出差，离开深圳几天，车留给你。我打车比开车方便。我给你找个司机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开就好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？小程序做好了，使用上有什么不方便，随时找我。谢谢。好好吃饭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我打电话。宋姐，你的外卖帮你捎上来了。你好，真日报新媒体组。饭菜是顾斯卡尔顿饭店一个阿姨做的，我不在，你帮我尝尝。周律师，我不是小孩。不说了，我登机了。恭喜宋记者乔迁新居。谢谢林老师。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看了这件肯定能喜欢。跟我荣成那套很像，而且租金比我租的年价还要低。你不会被骗了吧？谁能从我这挖鼻这骗走钱啊？哎，你家那位回头马还在出差啊？没问。一日三餐顿顿不落给你送到，满深城5星酒店你都尝遍了吧？哎，还有就是，好啦，为了感谢林老师帮我租房子，走，请你吃大餐。哎，你准备带我吃点什么呀？你知道这里有一家很有名的米其林吗？My heart beats in patterns with a broken sound.
only one that can calm me down. My head's been so 我去，鹤立鸡群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不打招呼多不好呀！呀，住嘴吧你傻子！他应该没看到我吧？逛街？不是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我去，买遍深城无上限的黑卡。我一会儿还有工作，不能陪你逛街。喜欢什么就自己去买。这。别动。365天，灵魂没有抽烟，忠贞还是随便。少熬点夜。走了。走。哎，过来。快成旺夫石啦！你家这头回头马肯定不简单。据我所知，深城能拥有这张卡的人，绝对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反正不是我的，等会就还给他。别呀，带上你的卡，姐们儿带你见世面去。你说的见世面就这？怎么是酒不好喝，还是弟弟的腹肌不好看呀？一般般吧。那是因为你见过最惊艳那个，其他人在你眼里当然一般般啦。放心吧，不说让你家东西什么的。好不容易等到周末，正式给宋记者接风。Wow, fantastic baby dance. I wanna dance, fantastic baby dance. I wanna wow, fantastic baby. 这几天我不在，家人麻烦林老师。哎，不麻烦。哎，不过他现在不住酒店了啊。知道了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自己能回去。让家人醒来知道我把她好姐妹丢下不管，会找我算账的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钟先生，你一直没有忘记过家人吧？这么多年，多少男人追家人，他从来没有心动过。我都以为他最爱的人是我呢。你们重逢后，我见到了最开心、最放松的宋家人。我喝多了啊，你就当我说的是醉话。反正你要是对家人还是真心的，我站你；但你要是让他伤心，我也不会客气。
刚才林老师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没有回应您，是怕吵着家人休息。没关系，赶快送你媳妇儿回去吧。这男人太适合家人那傻瓜了。再敢喝这么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木头，啊，木头，我好想你。你还爱我吗？你还爱我吗？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你懂我的吧？你懂我的，你懂我会不争气。还是那只贪水的小狸猫。谁家失眠的小懒猫睡着香？零距离感受你温柔呼吸，激动不留痕迹，询问变得小心翼翼。黑夜它离开了，阳光洒进来了，我的爱是否过度饱和？有没有惊心动魄的曲折？都深刻。不痛。是林老师喊你来的吧？我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怎么会还有送别人家洗澡水？这个点赶我走，别人会以为我刚偷完情被人赶出来。我好累，我想睡觉。睡吧，你都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舍得欺负你？
原来是做梦，我还以为他又来了。洗好了，出来吃饭。原来不是吗？喝点儿，养胃。我朋友是开酒厂的，你要想喝什么，给我列个单子，我每天让他送几箱过来。你不用，我不出去喝了。租房子住，这是要出差很久啊？暂定3个月吧。暂定？让你做的那个小程序，什么时候涨粉到100万，我什么时候才算完成任务。这对于新媒体一姐宋安来说不算麻烦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秘密？林老师那家伙什么都跟你说。1个月里我只要出10个爆款文章，3个月下来应该勉强差不多。所以这3个月里，我要不停的写。你干什么去？我周1就要写第1篇文章了，很重要，得精修一遍。你昨晚酒喝太多了，再喝点这个。我真喝不下去了，你放那，我待会就喝。昨晚麻烦你了，我有点忙，就不送你了，谢谢。你喝了我就走。那我走了。再见。我去公司处理点事，饭在厨房蒸箱里保温着。晚上我来接你去看话剧。木头。傻的，你以为我喜欢看这个话剧？我一点都不喜欢，根本不喜欢。喂，还没睡够？我已经睡好了，精神很好。那辛苦你帮我传个东西。看到我笔记本没有？看到了。开机密码090619。看到桌面上用 AI 命名的那个文件没？找到后帮我传到163邮箱。知道了。090619，这个数字怎么这么熟悉？发送成功。
他居然没有问我为什么分手，他答应的那么爽快，一点都不在乎这段感情。我不敢问，我怕我多说一个字，就会不顾一切带你远走高飞，我没有资格。终于是10年了，你知道我写在微博里所有的你，你知道我曾用过的笔，你看过我写的所有文章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顾总还有什么安排？前几天真日报做的那个小程序，他们下周就要发布文章，安排人转发关注他们的账号。是人肉关注，还是让咱们技术去刷一波数据？刷数据还需要你吗？那是，你分分钟就能刷出来。我要求不高，3个月内让他们的粉丝涨够100万就行。3个月内涨100万粉丝，这还要求不高啊？很难，有那么一点点，但对咱们顾城科技来说，一点都不难。他们主笔的记者今浩的文章，观点犀利成熟，逻辑清晰，有眼光的人都会关注。懂，咱们就是锦上添花，友情支持。小心，明明还记着我的账号。你怎么没换衣服啊？我刚换的，你不喜欢吗？你这是在勾引我犯罪啊？这一次换我见色起意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吃坏什么东西了？木头，你不要我。那你亲我，你抱我。热情褪去，只剩下风声。真是要急死我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木头，好久不见，我真的很想你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试图忘记，但是太难了，我根本忘不掉你。每次，当我生活不如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曾经被你真爱过，咬咬牙也能坚持下去。是我不好，我懦弱，不敢去找你。是我太任性了，无缘无故跟你说分手。哪有什么无缘无故？明明是我做的不够好。你没错，你一点都没错，是我。懦弱的人是我。木头，我不想再管，我们不要再用别人的错惩罚自己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佳妍，你确定想好了吗？我非常的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那你给我记住，这次是你先招惹我，我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，涮一涮。
木头，之前是我错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真是个傻瓜，只会说好吗？比起说，我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。怎么了？我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微信，把微信留下。真是过分，讨厌。加吧。加，现在就加。已经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。给我发一句语音，说你错了，说你再也不会把我给拉黑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删除钟玉石了，再也不会把那根烂木头拉黑了。Together we will chase dreams into the sky. With love I gotta soar and fly. In your love's embrace I found my bliss. 睡醒了？饿不？那再消耗它。不要，我饿了。我去给你做饭，你先睡会儿。我们出去吃吧。好。我们出去吃饭、散步、逛街，好不好？好。木头，在这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再也不会有人反对我们在一起。家人，你看到后台没？我们火了！我看看。你今天发了在新媒体号的第一篇文章以后，粉丝数一直在涨，现在文章阅读量100万，粉丝数涨了1万多。家人，你真是爆款女王！照这速度下去，24小时之内就可以涨到10万粉，1个月就可以达成100万粉的任务。苏老师，粉丝涨这么快，我们不会做数据了吧？唉，我们都快倒闭了，哪还有钱做数据？都是你的功劳。你先等会儿，我去买点奶茶给大家庆祝一下。今晚有一个老电影重映，送记者，有没有兴趣的？老电影，初恋那件小事。那是我们唯一一起看过的一部电影。可我今天要涨粉涨到30万才能休息。离下班还很早，一定可以的。那就什么时候涨到30万？什么时候陪你去看电影？好。
继续扩大深日报新媒体号的宣传范围，下班之前务必让他们粉丝量涨到30万以上。是。家人，你真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！一篇文章涨粉30万，是我们以前做梦都不敢梦的事儿。纯属运气。今晚必须庆功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来安排。今晚有约了。小钟是个靠谱的小伙，你俩要是结婚的话，我们报社一定给你塞个大份儿。忙完了吗？我马上出发去接你。谁让你来了？我任务还没完成呢。不是已经超过32万了？果然是你，钟律师，你胆子肥了，半天给我刷30万，你不怕我被封号啊？放心，都是铁粉。别刷了，我不需要这些手段。好了，我知道我女朋友的实力，但今晚你的时间务必是我的。等我。我去取票。好，那我买爆米花。好。家人，家人，真的是你！我刚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陈科长，你好。家人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没想到你来了深城。我还有事，你先走了。家人，朋友，以前工作的同事，陈科长。你好，钟律师。你手脏就别跟别人握手了。陈科长，电影快开了，我跟我男朋友先进去了。等等，钟先生，方便单独聊2分钟？你跟他不认识，你想跟他聊什么？关于家人以前的事。我女朋友的事，不用从别人口中得知，是不是？士为玉虚无所向，何不经一生私堂？今天火爆全网那篇文章，是你写的。玉、石、金、和。家人，我这么多年这么努力追求你，你却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，就是为了和你的前男友复合是吗？是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喜欢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男朋友钟律师。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？你忘了吗？在你最需要安慰、需要人陪的时候，他在那边，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程千帆，这些事跟我男朋友无关，你就当给我，给你自己留一点尊严，好吗？我走。家人，我只是不想他再伤害你一次。所有人都可能伤害我，只有钟律师不可能。程千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拒绝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父亲是陈康平。你知道陈康平暗地里性骚扰过我多少次吗？不可能！你的父亲暗地里骚扰我、PUA 我，你又像个舔狗一样，让所有人都觉得你对我最好。程千帆，你们父子俩一样恶心。家人，家人，家人，家人。
他怎么样了？哥，别担心，没那么糟糕，但情况也并不乐观。你说原话。宋小姐现在高烧41度，是应激性的。都41度还没那么糟糕。你先听我说完。宋小姐的身体素质还不错，但心理状况不太好，应该是长期处于焦虑压力的环境中，心理很脆弱，一旦被刺激就会高烧不退，大病一场。我托人查了她以前的用药记录，3年前开始至今，她都有在服用抗抑郁的药。哥，疯了！都怪我。他这是长期的心理问题没解决导致的，只要以后能让他一直在放松的环境中生活，会好起来的。他什么时候会醒？不好说，但没大碍。他现在还很虚弱，让他先休息吧。谢了。哥，宋小姐就是古城那个小姐姐吧？你为了她从京城转学到古城，虽然不知道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，但你改名字也是因为她吧？我欠她。你们好般配的，忘记以前的不愉快，以后好好在一起吧。家人，对不起。过去的10年里，我怕打扰你，所以一直不敢出现在你身边。有什么话让人不受伤？只能让李晨曦从和铁店那获得你的消息，只能从社交媒体得到你的信息。我知道你对亲近的人是报喜不报忧的，可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为什么在你私密账号里这么提？刚才给你的资料，让周总亲自调查，要快，全程保密。还好，没有烧成小傻瓜。你才傻，傻木头。我傻，口渴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木头，我想让你抱我。木头，你知道这些年我最怕什么吗？怕我突然去找你了。我最怕生病，一个人难受，一个人看医生，一个人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黑夜。我每次都怕，就算死了也没人给我收尸。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我任性，脾气不好，幼稚，也不够成熟，但是我只喜欢钟律师，也只信任你，所以就算我闹脾气要分手，你也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是牛皮糖做的木头，粘在你身上，甩都甩不掉。
不好意思，打扰两位1分钟。顾医生，这2天麻烦你了。见外了不是？谁让你是我嫂子呢？可以出院了。身体素质一切正常，但身体还很虚，可能还会反复发烧。回去要多卧床休息，只要不烧到39度以上，就不用来医院了。谢谢。真想谢，就早点嫁给我哥。回来。退烧了，就让我去工作。37度3，低烧。吃完东西，乖回去躺。再躺下去，我都要长褥疮了。1，自己吃好了回去休息。2，我和你一起卧床。不用，我自己休息。那你可以让我居家办公吗？我有100万粉丝任务的，公号才上线，不能总开天窗。求人要有个求人的态度吧。又手了，这样反反复复怎么行？你又发烧了？你让我写完，我明天再不发文章，粉丝都要跑光了。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？你重要。甜言蜜语没用。我马上就写完了，明天这篇文章发了，肯定能再涨10万粉。10万粉可不是你的水平，要是没有一口气能涨100万粉的项目，就不要写。唉，那倒也不是没可能。哎，木头，你跟你们的总裁熟吗？顾城。顾城科技是这几年从深城跑出来的黑马公司，他们的创始人顾城非常神秘低调。如果我能采访到这位科技新贵，那我涨翻100万肯定指日可待。你想让我帮你走后门啊？你们总裁那么喜欢你，你就不能走走这个后门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总裁喜欢我？技术外派是你，维修外派还是你，你真以为我傻？好，我帮你，但你要听话，好好休息。谢谢。躺下吧。你们那个总裁是不是很丑？和以前的。你想想啊，哪个事业有成的新贵会在事业成功的时候不敢公开露面？所以我猜，他要不是丑，要么就是有隐情。果然是作家脑回路啊，想象力丰富啊。我困死了，那我先睡会儿。那我100万的粉丝任务就都靠木头了。好，来，手放进去。丑总裁早晚要见家人的。
天呐，佳人姐生着病，居然还能采访到顾城科技的 CEO 顾城。这篇文章刚上线不到1个小时，阅读数已经超过10万加了。只是有点遗憾，没有顾城大佬的帅照。这篇文章讲的不仅是顾城的创业史，还有他和初恋的爱情故事。太浪漫了吧！年少的顾总就有一个科技强国的梦想，他的初恋女友期待他为以后他们的家发明很多机器人，做家务的一个，带孩子的一个，帮他上班的还得有一个。只可惜后来2个人分手了，但顾总可一直没忘记他们2个的约定啊。顾总太深情了，真羡慕他的初恋女友。陈康平那个老色批，平时没少性骚扰和睡女下属。周总那边拿到证据就已经交给警方了。周总可是司法专家，处理这些事情有的是办法。你告诉他，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，要让程家人所有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是。说，周总说，宋小姐在中3局工作那3年，一直独来独往，公寓和办公室之间2点一线，只有工作没有朋友。同住公寓的好几个大学生都说，她不是吃外卖就是泡面，看着很孤独。是我害的。喂，你不是在休假吗？怎么还采访起顾城来了？再说啊，你简直是我的神！顾城首次接受采访，一下子上热搜了。哇，木头，你好厉害啊！看不懂就是厉害啊！这些代码以后真的会变成机器人吗？有可能。那你要给我们家多发明几个机器人，一个给我做家务，一个给我带小孩，还有一个要替我上班。谁的孩子？我们的呀。顾先生，好闻吗？吃药。骗我好闻吗？我根本没想隐瞒你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所以，你到底是顾城，还是钟御史？你的钟先生。你为什么突然改名？难道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大师说，钟御史3个字晦气不吉利。胡说八道！钟御史3个字让我曾经失去了最爱的人。人在最无助的时候，就会继续往雨轩。临时有事离开几天，不用担心，谢谢你，顾先生。宋家人。顾城科技的 CEO 是钟御史，我的天呐，学生果然都是低调物种啊！你可别告诉你家李承熙我回来了。我还纳闷呢，我家李先生啊，近些年特别喜欢向我打听你在外地的情况，原来是他在给钟御史传递情报啊。不过你给他下药，你就是怕他出事儿。褪黑素，谁让他骗我？你没生气，对不对？天天，他赶你，肯定是因为他也知道。别难过了，上一辈的恩怨跟我们没有关系，
再说了，当时你也是因为叔叔阿姨的事情跟他分的手，本来对他也不公平呀。可是我们要在一起，迟早会见长辈的。傻瓜，他现在都已经信故了，跟那个抛弃阿姨的中性渣男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唉，他一个理科天才，骨子里还真挺浪漫的。你想多了，他就是取得古城的学影。那可真不是，李承熙之前跟他借过一本词典，钟玉石在325页写了这么一行字，你猜是什么？什么？书似佳人常相伴，灯如红豆最相思。不应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最相似吗？所以说他浪漫啊，他改了词，把你的名字加进去了，还写在你生日的那一页上。就是满肚子心机。不过他在那行字下面的落款日期很早，是他来古城的前几年，在京城就和他认识吗？那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哎，不重要了，反正呢，重要的是他爱你，只爱你，一直都爱你。我现在很乱，这几天我只想清静一下。你要回去看看阿姨吗？我再想想吧。没关系，那这几天我陪你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班长周涛说我们要组织一个毕业10年的同学会，就在这周末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不熟，不去。那我也不去了。不过家人，我说实话，当年我们班同学都很磕你和钟玉石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你们分手的时候，大家都敲锣打鼓庆祝呢。我们就周末去吃那家店吧。家人，你快看，那什么鬼啊？谁干的？太过分了！我去把它扯掉。算了，随他们去吧。家人，买这么多了还不够啊？我都困了。你都在酒店睡了3天了，还没睡够啊？这样，我去个洗手间，你想想一会儿我们吃什么，你先帮我拿着。等我啊。家人，孙老师好。真的是家人啊！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成熟了，更漂亮了。孙老师也是，这么多年都没怎么变过。老师老了，这头发都快白完了。走吧，咱们边走边聊。饭店在几楼来着？孙老师，好巧啊！巧什么巧？我也是来参加你晚上聚会的。走吧。啊，班长又在催了。好，家人，刚遇到老师了，直接走不好吧？这吧，走啊！迟到了，那帮小子罚老师酒的。那我没办法喽，谁叫你跟老师打招呼的？行吧，反正肚子饿了，当蹭饭好了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不会让我家李先生告诉钟玉石你在这儿的。老师，李先生怎现在我们来啊？这届应该不是你带的最差的这一班了吧？同学们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哇！这谁呀？这是？欢迎同学们，孙老师，抱歉啊，刚才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来，原审啊，必须坐老师身边。谢谢啊，班长。家属在这儿了，我要坐别的地方，今天晚上恐怕进不了家门了。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见到大家太激动了。平时做事。好嘞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几天不见，他好像瘦了，眼圈那么红。傻了？没有，这么我再不来，老婆就没了。哇，你们要不要这么虐狗啊？老师还在这儿呢，学生。这算什么呀？他俩上学的时候就敢手拉着手一起跑出去。我看到他们和好，我都想哭了。这个惊喜怎么样？
又是你给他通风报信。他可是顾城科技的 CEO， 谁找得到？干杯！今天啊，借你们的酒，我要向小钟和家人道个歉。1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啊，是我这个做班主任的没有及时关注处理，给你们带来了不该承受的伤害，都是我这个做老师的失职啊。孙老师，当年是我不够成熟，没有保护好自己想珍惜的人，给您添麻烦了，也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。这杯酒，我来喝。我在学校这么多年，认识了几万名的学生，你依然是迄今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学生。今天这个酒啊，就当是老师送给你们的祝福了。孙老师，到时候我们结婚了，证婚人这个重任你可不能推诿啊。那是必须的。哎呀，原地结婚，他妈的！我现在就给你们送去民政局。我现在就给民政局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加个8，祝福祝贺。来，祝贺你们，干杯！谢谢，感谢老师。你们呐，都是前途无量。你猜我刚刚听到老师跟班长在说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钟律师根本就没有大考综合症，从小到大他都是学生，而且还收到过哈佛的邀请函。但是他来古城那几年，每次大考都考得很差。这你还品出什么味儿？你这挤眉弄眼的，好像是我让他故意考差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故意的？刚刚老孙说了，他转来的第1年，学校就找人去查了卷子，在他的每一课试卷上，包括他的答题卡上，都留了很多空白。学生会控分，你不知道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不是他做错了，是他压根没做呀，这还不是故意的是什么？所以我合理怀疑，他就是为了你才从京城到了古城。不可能啊，之前我还不认识呢。你不认识他，可能人家早就认识你了呀。不会吧？那你想，他为什么在京城的时候就写下书似佳人长相伴，而且还在你生日的那个页码上？天哪，这个学长好帅啊！小朋友，1楼走路会考试不及格的。反正不管他是钟御史还是顾城，他都爱惨了你。好好在一起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来者不拒是吧？看你肯定喝多。别生气了，我错了。我没生气。别以为我喝多了，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你要嫁给我，让孙老师做我们证婚人。我喝多了，乱说的。我同学的份子钱我都收了，你不嫁，不好收场。你堂堂顾氏科技总裁会差这点份子钱？差，这份子钱我10年前就想收了。家人，你可以惩罚我，但你不能突然离开。我害怕你像以前一样，一走就是。
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不准隐瞒我。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不是校门口那次？宋总工代表农民工为长总集团讨要工程款，被逼跳楼了。这长盛集团太过分了！哎呀，这马上过年了，留下这个孤儿寡母的也太可怜了吧！心虚了，所以根本就不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在那之前，我们的确见过。那你那天是故意在校门口挡我路？建设企业，蓄谋已久。他应该和我一样，早就知道了长辈们之间的纠葛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和顾阿姨都对我很好，这好像不太合理。怎么？不信？哥哥姐姐，买气球吗？10元一个，15元2个。你想要吗？这几个气球我都要。祝哥哥姐姐白头到老。我带你去个醒酒的地方。到了。这不是你在古城的老家吗？这双可以吗？可以。哟，家人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阿姨好。阿姨，赶紧把家人的书包取下来。哦，来。脏不脏？钟妈妈，她打我。你怎么跟人先告状啊？臭小子，你才是恶人！妈，您偏心。这个呀，你得有心理准备了。我可要偏心家人一辈子的。妈，你别跑！你妈，你别跑！这儿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我妈说这里有我和她最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我把房子留了下来，定期找人打扫。钟妈妈她这些年还好吗？老样子，做饭、画画、唱歌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老批评我。你骗人！钟妈妈才不会批评人。她批评说我没用，说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人娶回来当儿媳妇儿。钟妈妈对我很好，是我不好。傻瓜，
你很好，非常好。木头，当年我太蠢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和周妈妈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后悔跟你分手了。不要责怪当时的小家人，她那个时候只是个小女孩，一个人站在大雾里，迷茫、害怕。所以，那个小女儿当时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都是勇敢的、正确的。木头，你现在怎么变得油嘴滑舌的？这顶多算油嘴，有什么不同？这才叫花生。不吃。待会儿我让你看看，什么叫做无耻。收下了，就回去耍赖。这哪有你这样的？不喜欢，那我再换个方式。喜欢，不过我更喜欢你。钟先生早。姚总，别来无恙了。钟先生确实愈发的风流倜傥啊。不，应该叫顾总啊。找家人呢？在这给我炫耀的，炫耀你跟我妹又在一起了是吧？姚总的消息还是这么灵通。懒得跟你废话，你要是想对我妹妹好，就赶紧离开她。离开她，就不是伤害她了。当初就该废了你，这样的话，就不会再给你第二次伤害我妹妹的机会。我给了你们10年，是你们没有保护好她。去你妈的保护！你老子害死我干爹！你现在跟我干妹妹在一起了，就是保护她吗？别以为你们资本家有点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不是资本家，但为了我的女人，我也可以变得为所欲为。别在这给我装深情了，有本事你就跟我妹妹说，你说我干爹跳楼就是被你爸那个无良的开发商逼的。你说什么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巧了，我在这儿吃饭呢，碰见妹夫了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你说你个没良心的，回来不跟我说一声？他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我跟姚总谈点生意。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他的生意都是不正经的生意。宋家人，我是你哥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我接个电话。姚敏，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妹，那你就别多管闲事。当然，你管了也没用。你打算怎么干嘛交代啊？我会跟我妈说的，你别多嘴啊。宋家人，你必须非他不嫁吗？非他不嫁，谁阻拦，跟谁决裂。我打小到现在对你也不差吧？你说这些话太伤我心了。你让我跟周律师分手的时候，我不伤心，他不伤心吗？干嘛呢？就算我不说，他迟早也会知道的呀。不管我们长辈之间到底谁辜负了谁，可是我和周律师谁都没错。傻姑娘啊，万一到时候纸包不住火。哥哥，我知道你虽然是我干哥，但你从小把我当亲妹妹看待。傻姑娘别哭啊！
别哭啊！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们在最美好的10年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。现在，我想珍视这个全世界对我最好的男人，我也不想再为难我自己了。哥，请你让我珍惜眼前人吧。我要真心反对你们，那你看到的就是我跟顾总现在打在一起了。你打不过他。行，那我就当蹭梅伟夫点资源，跟他合作一把。姚总，很高兴和你合作。早餐快凉了，你先回去吃，我跟姚总谈点生意。行，我先上去，你等我。放心吧，姑奶奶。顾总满意了，得意了。听说姚总在西北的物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也可以把我的资源给姚总接过来。少他妈贿赂我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事要瞒不住了，家人得多伤心啊！以后我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，不会再让他受到伤害。放你妈的屁！家人经历的所有风雨伤害，都是你们钟家带来的，没有你，他过得会更好。那我问你，他过得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们谁知道？他需要别人为他撑伞的时候，你们谁在他身边？你们只看到他发在朋友圈里的明媚生活，他写在博客里的无奈，倾诉在微博里的孤单，你们谁见过？谁他妈没经历过孤单寂寞冷啊？我想尽自己的所能，让他少一点孤单寂寞冷。顾总，你他妈是救世主啊，还是奥特曼？没有你，我们这一家人照顾不好他了吗？那他在单位里受到排挤和非议的时候，被那些老男人潜规则欺负的时候，他被伤害到抑郁想要死的时候，你们这些亲人又在哪里？啥玩意儿？我不是在质问你，罪魁祸首是我当初就不应该放手。我他妈问你呢，谁他妈听我妹了？说到底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他。你要有怨，打我便是。你以为我敢吗？你想赎罪，想用老子的拳头来慰藉你的心灵，对不对？我偏不让你得逞。那些人我已经处理了，就不劳烦姚总动手了。家里人一直恨我当初把你们俩恋爱的事儿告诉给了干妈。我应该谢谢姚总。别假惺惺的，谢我什么？谢你跟阿姨编了个故事告诉家人，总比让她知道真相好。他妈知道个屁呀！干妈要知道她的宝贝女儿被她仇人家的孩子拐走了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儿吗？干妈打小就喜欢我，想让我做她的女婿。为此我就添油加醋地说你们俩恋爱影响学习，我还说你也适合花花公子。家人有姚总这个兄长，很幸运。少他妈拍我马屁！你给我一句准话，后半辈子你能不能给我妹幸福？如果需要用我的所有换家人的幸福，我毫不犹豫。你也别他妈在这给我放嘴炮！你要是让他受半点委屈，我饶不了你。项目的事儿，我会安排人跟姚总联系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姚冕又说什么混账话？我去找他。没有，姚总他人很好。那他欺负你了？算是。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对你不好的话，他就跟我拼命。就这？放心，你老公不会这么轻易被人欺负的。谁老公啊？傻妹。既然回来了，带我见阿姨吧。其实我妈不怎么管我的，户口本在我这，不用经过她的同意。我这个顾城科技总裁就这么拿不出手了。对啊，他现在姓顾，不姓周。
您是？是佳佳，多年不见，都不敢认了。小兰，佳佳回来了，来，快进来进来。来，看谁来了。你这丫头，回来怎么不跟妈妈说呢？这位是啊。阿姨，你好，我是妈，他是我男朋友顾城。男朋友？我们谈了一段时间了，就想着带回来给您一个惊喜。好，很面善，我们之前见过吧？妈，帅哥都长得很像的。对，小伙子真帅，跟咱们佳佳很般配。妈，您不介绍一下您身边这位帅哥？佳佳，我是夏东海叔叔，你小时候去工地找你爸爸，咱们见过。不过我现在是你妈妈的未婚夫。行了，孩子面前注意点。佳佳，走进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走。这是，打开看看。这是我出生那天开的户。这是你爸爸呀给你设的小金库，从你出生那天开始啊，他呀戒烟戒酒，给你攒嫁妆。还有啊，就是你小的时候交给我的所有的压岁钱，还有就是啊，你每年过生日啊，爸爸妈妈给你存的成长基金。可是爸爸你爸爸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们约定的事，我要替你爸爸继续做下去。妈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爸爸走了以后啊，我怕我们孤儿寡母被人欺负，想让你成才。妈妈对你有点太严苛了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小时候打你打的太多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做的。妈妈年轻的时候控制欲太强了，我看杨冕对你也不错，我就想着等你长大以后，你跟他一起也不错。妈，杨冕在我心里只是哥哥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是妈妈错了，乱点鸳谱。妈，您觉得顾城怎么样？我女儿选的一定是最好最优秀的。那这个就是您给我的嫁妆了。300万，妈，您怎么这么有钱？你爸爸的丧葬费、抚恤金，还有啊，咱家老宅子拆迁款，还有呢，就是你这几年给我打的钱，我都给你存一块了。妈，您把钱都给我了，那这些年您怎么过的呀？哎呀，这你放心，妈妈有工资有退休金啊。对不起，这些年是我误会你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让小姑看着不好。快点，老姑娘起来，快坐。妈，我从小就觉得你不喜欢我，所以我都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心里话。你这份爱太重，是妈妈做的不合格，妈妈做的不好。您是最伟大的妈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才没有儿婚的，是我太狭隘了。胡说，妈妈呀是和你一样没有遇到对的人，宁愿单着。那夏叔叔是对的人吗？其实啊，你夏叔叔对我很好，刚才他悄悄跟我说，他说呀，等你嫁人了，他把积蓄的一半给你做嫁妆了。我不要，这个
我也不要，你和叔叔留着养老。那可不行啊！这个是我替你爸爸交给你的，如果你要是不收的话，100年以后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啊？别说不吉利的话。小顾虽然条件不错，但是妈妈想啊，你要是嫁过去，你看人家脸色，我就想啊，你身上有点钱，也有安全感，不是啊？妈，你放心，他也是对的人。好，那就好。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走，叔叔阿姨，拜拜。和阿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我妈同意我们结婚了，而且她让我去买礼物送给你爸妈。对了，我只知道钟妈妈喜欢什么，还没见过你爸呢。你爸喜欢什么？走，我们现在去买。我爸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，木头？怎么突然不开心了？没有不开心，是遗憾。遗憾10年前，西航的726空难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没注意过。我父亲就在那个事故的航班上。抱歉，提了点扫兴的事。726，木头，我父亲要知道你这傻丫头为他流眼泪的话，他泉下有知，很欣慰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我不该在那天跟你说分手的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当时没来及告诉你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一个人。我们是在7月28号那天分手的，那天你肯定很伤心，我又在你身上插了一刀。记这么清楚？以后我不会再任性了，我会好好弥补你的。我申请了1个月的线上办公，现在还有假，你带我一起去见钟娜娜吧。不行，在去之前要把这个带上。云姨，看孩子们回来了，主要是您惦记多年的小丫头回来了。妈，云姨，丫头呢？丫头呢？阿玉，你又骗我！钟妈妈，钟妈妈，真是丫头，瘦了。阿玉，这些天你是不是没给丫头好好做饭吃？钟妈妈，我很好，倒是您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您还好吗？我也挺好的。夫人主要惦记宋小姐您，是我不懂事，让您挂念了。我丫头最懂事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赶紧回去吃饭，饭都凉了。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吧？今天多吃点啊。走。走。长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丫头，你要当公公了。
阿玉的爸爸生前提过你，但是一直没有见面。现在你来了，他肯定很开心。钟妈妈，我是不是应该给叔叔上炷香啊？不用，等你和阿玉结婚之后再去，这样啊，叔叔会更开心的。钟妈妈，您和叔叔的感情很好吧？我们俩呀，从小在一个院长大，从幼儿园到上大学到结婚。阿玉的爸爸一直是特别优秀又顾家，阿玉和他爸爸一样。您是说，叔叔从没去过古城？叔叔从没在古城待过。结婚后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偶尔去大西北，但是去一次水土不服就扒一层皮。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古城人，钟叔叔又没去过古城，他们怎么会是初恋？后来，阿玉在古城读书那几年，他经常去。为了照顾他们父子俩，我也就搬到他们那儿去了。在聊什么？都办好了。累了吗？脸色不太好。晚饭太好吃了，吃多了。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先把这个收下。这个呀，是咱们家所有的存款，还有房产。我知道你跟阿玉在一起之后就委托人都过户到你名下了。这些我不能用。这是咱们家的传统，女人呐，一定要掌握经济大权。钟妈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咱家只留给儿媳妇的传家宝。对了，你是顾城科技的大股东，所以这个呀也是你的。我一直都给太太打工的。公司电话，等我一下。太阳打井里出来了，我妹主动给我打电话了啊。哥，我马上叫李正。怎么着，上听哥祝福？不需要，我就想听你说实话。当初我妈为什么不让我跟钟玉石在一起？我妈根本就不是钟爸爸的初恋，你们为什么骗我？被识破了是吧？是，他不认识。我让干妈骗你的。什么？宋家人，从小到大我就想让你做我妻子，可长大了，你又跟别的男人谈恋爱去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所以，当年我和周玉石分手，是你在学校拉横幅庆祝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反正我也得不到你了，我也不怕你恨我。姚敏，你王八蛋！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知道，我也爱我。讨厌！好，走，走。是，你要是敢对不起我妹，我他妈弄死你！我前半生的路并不平坦，可如果终点是你，我愿意
从此以后，我为你避风挡雨，你负责开心快乐。来，2位新人笑一下。爷爷知道我们今天领证，想见见孙媳妇儿。你要是不想见生人的话，我就推了。以前总听你说爷爷很疼你，我们当然要去感谢一下他老人家了。好，走。丫头，你把这些带回去，玩的不喜欢了，爷爷再带你拍一些新的好玩的。爷爷，这也太多了。不多，你把咱们家的臭小子给收了，家里所有的财产给你都是应该的。你是亲生的，我才是假的。谢谢爷爷。那以后再苦再难，我都要把这位老大难留在身边，不让他回来给您添堵。姑娘，你让王叔带你去屋里转一转，熟悉下咱们家的环境啊。我跟这个阿玉有2句话要说。好的。麻烦王叔。那就辛苦王叔了。阿玉啊，你跟爷爷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因为愧疚才非要娶这丫头啊？爷爷，我费尽心思娶佳人，是因为我爱她。当初你因为和钟亮很决裂而改名时，爷爷就知道了。爷爷只怕你对这丫头因为愧疚而生出感情。我爱她，这和她是谁的儿子或是谁的女儿都没有任何关系。打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女孩，我要护她一辈子。那就好，爷爷怕委屈了你。爷爷没把我这个被祖望尊的孙子逐出家门，就已经是对我的厚爱了。我不委屈。臭小子，我怎么感觉你有股阴阳怪气的味儿啊？是不是怪爷爷当初不打你那几尺啊？老爷，阿玉还是孩子，你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你爸尸骨未寒，你就为一个女人更改姓名。我们老钟家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。阿玉，快给老爷认个错。我们老钟家欠宋家的，你最好把我打死赔罪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阿玉啊，当年拖欠公储款的事也不全怪你吧？是爷爷管理无方啊。爷爷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拿我的命来保护我妻子的周全。提神了。哟，这是哪来的妞啊？哟，这是哪来的妞啊？您是？能随便进出钟家的，是钟家亲朋吧？你来我们家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长盛集团的董事长钟长风。长盛集团好像在哪听过。听说阿玉最近结婚了，她娶的不会就是你吧？是，我叫宋佳人。我是她的亲叔叔。叔叔您好。哎，你姓宋，你不会是古城的那个丫头？我老家是在古城。果然是你，看着长得清纯的，挺有手段的。我们之前认识吗？阿玉恋爱脑，看是哪套？老子可不会怜香惜玉。你放开我！要是带着报仇的目的来，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什么报仇啊？来我家，
不就是想跟你爸爸报仇吗？家人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就给少奶奶拿管。你说清楚，什么报酬？阿叔，你是位长辈，说话注意点。阿玉，你这是引狼入室了。前几年农民工闹事，把咱们谷家打掉一半，你忘记了？王叔，阿叔喝多了，带他走。他不能走。家人，我们回家。所以，你是长盛集团的董事长，那钟玉石的爸爸就是长盛集团的前任董事长钟长盛，是吗？当年，你们长盛集团拖欠工程款，害得我爸爸跳楼自杀的，对吗？家人，我们回家。钟玉石，你回答我，当年是不是你们长盛集团把我爸害死的？不会吧？他不知道。丫头，那件事是个误会。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孽障，你还敢跑？爷爷，您德高望重，不会偏晚辈。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，我爸当年的死是不是跟你们长盛集团的工程款有关？丫头，是我们长盛集团对不起你爸爸，这几十年一直压在我心头上，我该向你道个歉。家人，家人，张律师，你为什么这样了？为什么？所以，见色起意是假，蓄谋已久才是真的，对吗？丫头，阿玉对你是真心的，是我们长辈的错，和阿玉没有关系。对对，是我们长盛集团，对不起他们。你老子住嘴！周玉石，你说话！你从京城转到古城之前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家人，我从始至终，从小到大，想保护的人只有你。好一个宝，陪着我。你对我只有同情和怜悯，你根本只是想给你父亲赎罪罢了。是，我一开始是心疼你，可我接触你以后，我就喜欢上、爱上你了。对对，阿玉是为了你才改的名字，他为了你要跟钟家断绝关系呢。张长风，你给我闭嘴！丫头，阿玉没有错。阿玉的爸爸也不是当年故意拖欠工程款，只是……你们放心吧，为人子女我都不配，我哪里有资格替我爸爸报仇？你们多虑了。家人，周御史，如果你对我还有最后一点怜悯，请你不要来找我，也不要追上来。家人，否则不管你有多大能耐，我永远让你找不到我。멈출 수가 없어서 흐르는 눈물을 멈출 수가 없어서 한 걸음 더 다가서지 못
잡을 수가 없어서 돌아서는 그댈 잡을 수가 없어서 멍하니 그대 뒷모습만 바라보다 아무 말도 못한 채 그저 서서 있는데 한 번만 내 맘을 들어줄 수 없는终于是，你竟然能骗我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继续骗下去？为什么？ 아파해야 찾을 수我知道你领证了，不用嘚瑟了啊。家人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喂？喂？家人，听得见吗？家人？ 哥，声音怎么了？是不是新姑娘欺负你？欺负你了？哥，钟律师的爸爸是长盛集团的前董事长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家人，哎妹，你跟哥说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哥，这些年。 辛苦你了。家人，家人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。操！钟玉石，老子把妹妹交给你，你他妈就弄成这样！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妈的，王八蛋！我操！钟律师，老子弄死你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还是打不通吗？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找他。家人那孩子虽然很软弱，但是他也很倔强。他要是发现你跟着他。 做出冲动的事儿怎么办？妈，怎么办？我担心他。家人订的是云城的航班，又在那边订的酒店，他应该只是想去那边散散心。我不能让他离开我的视线。你现在也很冲动，你们俩见面不合适，安排人暗中保护吧。阿玉，这件事你糊涂了。 这么多年，你瞒着家人，我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还瞒着妈妈呀？唉，也是我太喜欢那个丫头了，完全没有想过，你一个冷静理智的孩子，当年为什么为了一个女孩，不顾自己的前途？夫人，阿玉从小就懂事，她只是怕您担心。唉，可是孩子，你一个人把秘密藏了这么久，该有多辛苦？ 家人是我的妻子，她就算恨我，我也要陪着她，我也要陪着她。阿玉，你随她去。夫人，这两个孩子用情至深，不能让当年的事情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。既然纸包不住火，有些丑事儿，是该告诫天下了。副总，你放心吧，
家人只要给我回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谢谢。姓周的！元哥，孙子，当时怎么答应我了啊？这事就把妹欺负跑了是不是？元哥，你冷静点，最高这把警察还来了。面哥，这事跟玉石没关系，你打伤他怎么跟家人交代？是我没有，有一次没有保护好家人，你打。你要是做不到啊，你就离我妹远点，让我这当哥的来。我是家人的丈夫，她是我妻子，我来保护她。他保护？保护！是的。家人，对不起，你受伤的时候应该一直痛苦百倍。恭喜你啊，双胞胎！您是说我怀孕了？没错，我给你开点叶酸，你回去按时服用。不用了，医生，您帮我准备流产手术吧。不要，你知道自然受孕的双胞胎的概率多低吗？既然不要，为什么不做好措施？我要离婚了。那就是还没离，还是跟孩子的爸爸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。他有权利知道双胞胎的存在。奶奶，您腰不好，我来捡。哎，奶奶老喽，不中用喽。奶奶才不老，是小贝长大了。哎，那小贝以后怕不怕奶奶成为你的负担？小贝是奶奶捡来的，奶奶怕不怕小贝成为负担呢？傻孩子，奶奶每天有小贝陪着，你不知道奶奶一天有多开心呢。小贝也开心，所以奶奶一直都不是我的负担。宝宝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来？你这样让妈妈好难受。换了手机号，也没住酒店，按理说应该没人找得到。怀了孕就可以生一个。大夫人，你回去吧，老爷子还是不想见你了。老王，夫人已经来了1个月了，老董事长想一直躲下去吗？没关系，父亲1个月不见我，我就等2个月；2个月不见我，我就等1年。你这是何苦啊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事情过去了，代表结果是公正的。王叔，你是看着阿玉长大的，阿玉这些年经受的痛苦，你都看在眼里。既然必须有人承担这个错误，让我来承担。放过我的儿子，从今天起，我就一直跪在地下不起来，直到父亲出来见我。夫人，这你本来就弱，您何必这么折磨自己？阿玉知道我会心疼的。云姨，这么多年阿玉经受的苦，谁来心疼？阿玉有权知道真相，有权知道他爸爸没有做错事儿，那我陪你一起跪。哎呀，老爷，大夫人和云姨都跪在外面了。跪，就让他们跪吧。当年大少爷走了以后，大夫人大病倒一场，留下了不少病根啊，怕是
自小不起呀。副总人家一点都不知道顾全大局。老爷，你和顾家老爷子从小到大都是兄弟，顾家子孙又多，要是知道大夫人在这吃苦，怕是……老王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为了阿玉一个媳妇儿，让公司倒闭吗？兰心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是常胜最心爱的媳妇儿，我怎能不心疼她？天气预报说今晚要下雪。哎呀，大夫人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会让大少爷在九泉之下都无法瞑目的。王叔，你觉得常胜这些年瞑目了吗？夫人，见不到父亲，我死也要死在这里。兰心，你这是在逼我呀！爸，钟长风不值得您庇护，请您官宣当年拖欠工程款的真相，还常胜一个清白，取下阿玉的精神枷锁。可现在，如果说出长风当年的丑事，其中股价势必大跌。你想过这些后果吗？该来的报应早晚要来，来的越晚，利息越沉重。今天牛奶来的好早，来了。家人，你躲我们了？明哥，你轻点，家人该疼了。还以为你在这里过得自在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啊？家人，我们都很想你。知道你不想见我们，但是知道还来，皮痒了，想让你揍两下。家人才懒得揍你，你自己揍自己。行了，谢谢。原谅哥了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知道，哥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谢谢哥，没有把这些事告诉我妈妈。有些事还是不知道才不会难过。佳然，你看新闻了吧？什么新闻？传媒公司那边辞职后，我断了网，一直在读书。谢谢。关于钟家、长盛集团和顾城科技，我都不想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我也辞职搬过来。反正我是家庭主妇，我跟李先生说一下，今天我就不回去了。你们三个大美女我可不放心啊！我叫几个兄弟过来，给你们当护花使者。你们别闹了，我们没闹。我对不起你们的担心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面对那些。这3个多月，我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，我请你们再给我一点独处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可你也不能一直一个人呀。对啊，你已经是已婚的身份了。你在替我的杀父仇人说话。不是啊，怎么会啊？但钟律师他爸确实是无辜的，当时挪用工程款的是钟律师他叔叔钟长风。是真的，钟建国老董事长带钟长风自首去了。长盛集团已经破产了，是顾城科技干掉的。钟律师他亲自大义灭亲。你们编的故事真是漏洞百出。钟长风难道不是钟氏集团的人？你别说，他和钟律师他爸真不是亲兄弟。这你也能编得出来啊？钟律师是无辜的，这段时间他过得并不好。这人怎么了？
我的孩子，孩子，我怎么去啊？情绪激动引起的晕厥，没什么大碍，但毕竟是个孕妇，醒来后一定要注意情绪稳定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家人，又让你受苦了。宝子，你终于醒啦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帮你去叫医生？不用，我想坐起来。慢点。吓坏你了吧？可不嘛！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都不告诉我，是不想让我给你孩子做干妈呀？我怕你们担心呢。他们人呢？姚总生意上有点事儿被叫走了，甜甜他家孩子生病，他也回去了。他知道怀孕吗？你呀你，总是后知后觉。你老公他早知道了。家人啊，不管是钟御史还是顾城，对你的爱都干干净净，绝对拿得出手。所以这段时间陪在我身边的那个影子，一直是他。医生，我决定生下孩子，麻烦您帮我建档了。好。孙小姐，我们家地里自己种点菜，送给你尝尝。谢谢你。客气了。孙小姐，我们家奶牛产的奶，给你2瓶尝尝。要觉得好喝呢，你给我宣传宣传。好啊，谢谢你。那就拜托了啊。自家产的牛奶还这么讲究。房东说今晚可能会停电，还真停了。喂，孙小姐，停电了，你先别出来，我安排人给你在院墙上装点灯。装灯？对，马上好了，灯亮了，你就可以出来了。谢谢。你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去追个姑娘，你肯定可以成功的。她是我妻子。啊？你长得这么帅又这么多金的老公，你怎么就不敢露面呢？我没脸见。你哭早啦，看完这个再哭。钟长胜是钟建国领养的，领养回来后才有了亲儿子钟长风。亲儿子被宠成了废物，大儿子争气啊，年纪轻轻就创立着长胜集团。当年古城那项目，
钟长胜早就把工程款拨到了下面，钟长风偷偷揽下钱，拿去奥城赌博去了。等钟长胜出差回来知道时，就是你爸爸跳楼那天。这些都是真的。钟长风都进去了，还能有假呀？钟妈妈学弟里跪求钟建国后重病一场，顾家和钟玉石知道后，立刻上报了公检法，彻查了当年的事儿，这才有了今天的真相。钟妈妈生病了。我去叫医生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看钟妈妈。你是想一直当个影子哑巴吗？我还有资格说话。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你对我的只有同情，只有怜悯。我以为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为人男友，我不合格，让自己女友一人面对风雨；为人丈夫，也不合格，让自己的妻儿承受痛苦。安玉，你是世间最好的。我一点都不好。如果我能重来的话，我一定。我不要重来，我们还有3生3世要过，我不要再等下一次。现在不当哑巴了，我只会说好话。我爱你。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，不要跟我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夫人，婚礼的事儿我们是不是继续安排下去了？当然，马上安排。可是钟家破产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，那是他们的报应，跟咱们无关。阿玉跟这丫头的婚礼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。你自山中林间来，惊鸿一现百花开。我见众生皆草木，唯你是青山。顾先生，你愿意娶一个从18岁就喜欢上你的傻姑娘吗？傻姑娘，你18岁的喜欢，是我蓄谋已久的事来。顾城愿意娶宋家人，与我生，与我世为期限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家人，你愿意嫁给顾城？我宋家人愿意嫁给顾城先生，长久相伴，长到时间穿过肩胛，长到青丝变成白发。